行李不见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惊慌失措，在行李转盘旁干着急的张望，希望自己的行李箱奇迹般出现。然而资深空姐提醒我们，千万别傻傻等。其实行李在机场丢失后的黄金30分钟至关重要，只要记住做对3件事，不但行李找回的几率大增，还可能让航空公司马上掏钱赔偿，甚至安排你免费入住酒店，把损失转化为福利。听起来不可思议吗？今天我们就深入聊聊这个许多人不知道的秘密。首先，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刚飞抵海外，一心期待着美好的旅程，结果在行李转盘前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自己的行李箱。转盘慢慢停了，只剩下1-2件无人认领的行李还在孤零零的绕圈，自己的行李却不翼而飞。此时大部分乘客可能脑中一片空白，不知所措。有些人傻傻地守在转盘边，幻想机场人员会主动跑来帮忙找行李，还有人心存侥幸，以为再等一下也许行李就出现了。然而残酷的真相是，如果什么都不做地干等，结果往往是失望而归，甚至错失最佳处理时机。航空公司和机场不会主动广播告诉你怎么做。这些年来，有90%以上的旅客在行李遗失时都忽略了黄金30分钟的关键作为，错失了当场获得赔偿和协助的机会。难道行李丢了只能自认倒霉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要揭晓一位资深空姐分享的行李遗失应对3部曲，教你化被动为主动，瞬间逆转颓势。第一件事，立即就地通报行李遗失，不要呆站等待。当发现行李迟迟没有出现时，千万不要拖延。从班机到达算起，前半小时是处理行李问题的黄金时间，务必要把握。你应该立刻在行李转盘附近寻找航空公司的行李服务柜台或工作人员，主动说明情况。很多人不好意思麻烦服务人员，选择自己干等，但其实航空公司都有专责人员协助处理行李延误或遗失，越早反应，解决的速度就越快。别忘了带上行李提领票根，托运时给你的行李条，这是证明你行李编号的关键。有了行李条号码，地勤人员可以立刻通过电脑系统追踪行李的去向。一般航空公司都使用全球行李追踪系统，能查询你的行李是否还留在出发地，是否被错挂到别的航班，或者压根没装上飞机。很多情况下，地勤很快就能查出眉目。例如你的行李可能还停留在前一个转机机场，或者不小心被送上下一班班机。这些资讯在机场现场查询最快。如果你出关回家了再打电话或上网填表，不仅费时，行李可能已经不知道被转运到哪里去了。更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是被他人误拿，黄金30分钟内处理最有效。你可以观察转盘上最后剩下的无人领取行李，如果恰好有一件行李留在转盘旁，而外观跟你的一点也不像，那很可能是别的乘客拿错了你的行李，留下了他自己的行李。这时务必拍下那件行李的行李条或标签，上面通常有旅客姓名或联络资讯，交给航空公司人员协助联络。许多行李拿错事件能够迅速解决，都是因为失主及时报告并提供了线索，使航空公司联系上拿错行李的旅客，安排换回。反之，如果你当下只是干瞪眼，人都走光了才去报案，那位拿错行李的乘客早开车离开机场了，再找回可就难上加难。所以第一步就是当机立断，通知航空公司开立行李遗失档案。地勤会请你填写一份文件，通常称为行李不正常事件报告 Property Irregularity Report， 简称 PIR。 填报时详细描述你的行李特征、尺寸、多大、颜色、箱子品牌，有无明显标记，例如绑了红色丝带，内部大致有哪些物品等等。写得越详细越好，因为这些资讯将输入系统，全世界各机场的行李追踪人员都会据此帮你留意寻找。填完文件后，记得索取一份报告副本，或至少记下报告编号和行李服务柜台的联络电话。接下来几天，你就能用这个编号随时查询行李寻获进度。有些航空公司还会给你一张行李延误证明单，证明行李确实没有随航班抵达。这张证明在你后续申请保险理赔时会很有帮助。如果你当时赶时间要先离开机场，一定也要把报告单据和联络方式带好，千万别空手走人。总之，
第一件事的关键就是2个字：报告。主动报告才能启动航空公司的行李追查流程，给自己找回行李增加最大可能。第二件事，争取当场补偿，别不好意思开口。大多数乘客不知道，其实当下就可以向航空公司讨钱。如果你的行李托运后没有按时抵达，你有权要求航空公司提供紧急的生活必需品补偿。航空公司不会主动广播某某旅客请来领取赔偿金，但只要你开口提出，他们通常都有相应的补偿机制。一般而言，这项补偿适用于外国人身份的旅客，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飞往目的地，人在海外而行李滞留他处，简单讲，你到了异地而行李没到，那你接下来几天生活所需的必备物品都算在航空公司应负责范围。反之，若你是飞回家乡本国，行李却没跟你同机到达，虽然也很麻烦，但毕竟你人在家里，有衣物日用品可用，航空公司通常不会支付补偿金，他们只需安排将行李送还你家。因此空姐提醒，真正需要争取补偿的是旅途中人在国外而行李遗失的情况。这时你的住宿、换洗衣物、日常用品可能都没了着落，一定要厚着脸皮主动要求航空公司提供应急协助。那航空公司具体能补偿些什么呢？根据多数航空公司的政策，他们会补偿你购买基本生活用品和衣物的费用。有些公司会直接给予现金或购物券，例如现场发放等值50美元左右的现金，约合1000多元台币或数百人民币，供你立刻添购衣物、盥洗用品等。之后如果行李持续没找回，每延误1天还可以有一定金额的额度，比如每日25美元上限，累计补偿最多7天左右。这数字并非固定，每家航空公司细则不同，但大致都会提供第一天多一点，后续每天少一些的补偿额度。请注意，这不是直接白给你零花钱，挥霍一般航空公司会要求凭发票报销，也就是说，你需要先垫钱去购买你急需的物品，如换洗衣服、牙刷、牙膏、洗面乳、梳子等，然后保留好收据单据，航空公司再按照他们规定的上限金额补偿给你。所以务必问清楚当天以及接下来几天每日补偿金额的上限，以及哪些类型的物品可报销，怎样申请退款等细节。有些航空公司如果确定行李要好几天后才能送达，干脆会当场发给你一套简易盥洗包，里面有剃须、牙刷、剃须刀、毛巾这类基本用品，帮助你度过最初的难关。但要是不问，你可能啥也拿不到。很多地勤人员忙起来，只来得及给你行李报告就打发你走了，补偿的事绝口不提，因为乘客不提，他们也乐得省钱。所以千万记住，第2步就是一定要主动询问，我接下来没衣服换怎么办？你们有没有补偿？只要礼貌而坚定地提出这个问题，大部分情况下，航空公司都会启动相关程序，指引你如何获得补偿款项。除了日用品费用补偿之外，别忘了争取住宿方面的协助。如果你的行李延误导致你需要额外过夜，例如航班到达已经深夜了，行李要隔天才能送来，而你在当地没有其他衣物和住所，这种情况下可以要求航空公司安排酒店住宿。特别是当行李延误是航空公司的疏失造成，或者你的行李可能要等下一班班机隔日运到，航空公司通常会为你提供免费住宿1晚，外加必要的交通接驳和餐饮券。曾有旅客分享经验，行李飞丢后，航空公司不仅包办酒店，还良心发现地安排了高级5星级酒店，让乘客在懊恼之余，反而享受了1晚帝王般的待遇。当然，并不是每次行李延误都会有这么好的条件，但合理的食宿安排是你可以争取的权益。如果航空公司当下没有主动提出，你就应该询问，今晚我没有行李，也没有衣物，请问你们能否提供住宿或相关费用？如果需要等行李，是不是可以报销酒店费用？等等。通常大航空公司在大型中转机场都有合作酒店，他们可以很快替你订房安排。就算没有直接安排，询问此事也能让他们明白你的困境，或许会以现金形式把住宿费一并补偿给你。总之，第2件事要牢记，该要的权益一样别少。行李丢了本就够倒霉，至少别让自己在异地挨饿受冻还自掏腰包。有时你积极一点，航空公司反而会认为你很懂规矩而不敢怠慢，迅速给出最佳的补偿方案。第3件事，
保存证据并追踪后续，争取最终赔偿。在完成前2步之后，不代表事情就结束了，你还有最后一件重要任务，妥善保存所有相关单据，随时追踪行李下落，并准备申请后续赔偿。首先，当你离开机场时，一定要保管好所有文件，包括刚才提到的行李报告副本、行李延误证明、补偿相关的凭证等等，一张纸都不能丢。这些都是日后跟航空公司索偿的关键证据。如果航空公司给了你现金或购物券，也记下金额细节，以免后续核对需要。接着，在等待行李找回的这段期间，你要养成随时追踪的习惯。通常航空公司行李服务部门会主动联络你告知进度，但如果迟迟没消息，不要客气，主动打电话询问。有了之前拿到的联络电话和报告编号，你可以每天打去关心一下，请问我的行李有消息了吗？保持礼貌，但让他们知道你很重视此事。有些航空公司也提供网上追踪系统，你可以输入姓氏和报告编号，自行查看最新状态。总之，千万别做沉默的等待者，该催就催，该问就问，这会让你的案子不至于被遗忘在角落。如果行李在1天2天内找到了，那当然皆大欢喜。以旧航空公司通常会问你希望怎样取回行李，这里也有门道，一定要求航空公司将行李直接送到你手上。不管你后续行程住在哪个酒店或城市，都可以请他们安排送货，通常免费宅配上门。你没有义务为了取回延误的行李再跑一趟机场，这点权益要争取。务必把你的下榻地址、联络电话留下给航空公司，并反复确认他们记录正确。若你之后行程有变或换酒店，也要主动通知航空公司更新地址，避免行李送错地方。很多旅客马虎，行李找到了，却联络不到本人，也是个麻烦呢。那如果不幸行李久久未归呢？一般而言，多数延误的行李会在24到48小时内找到并送还，最迟1星期内大部分也能寻获。但万一超过7天还杳无音讯，通常航空公司就会启动行李遗失的后续理赔程序。根据国际航空条约规定，超过21天没找到的行李将被视为正式遗失，这是蒙特利尔公约的标准天数，航空公司必须对你的行李进行赔偿。这个最终赔偿有一定上限，依公约目前规定，赔偿金额上限大约在$2000上下，以特别提存权 SDR 计算折合，约合新台币6万多或人民币14500元。各航空公司的实际操作可能略有不同，但都不会无限额全赔你行李内物品的市值，只会在这个上限内酌情计算。所以提前列一份清单就显得很必要。回想一下行李箱里装了哪些东西，价值多少，把它们一一记下来。有些人记忆不好，过了几周可能就想不起所有物品了。现在趁记忆犹新写下来，万一真的要申请理赔时心里有个底。当然，你报的清单只是你主张的参考，航空公司不一定照单全收，他们会审核合理性，可能需要你提供购买证明等。如果行李里有特别贵重的东西，例如珠宝、高级相机，在托运前就应该有向航空公司申报并购买额外保险，否则理赔时很难全额覆盖价值。总之，到这一步就进入了索赔谈判阶段。你列清单和提供证据的准备越充分，拿到较高赔偿的机会就越大。此外，不要忘记旅游保险的作用。如果你出发前有购买行李延误、遗失险之类的旅游不便保险，这时也应同步联络保险公司询问理赔流程。通常，保险公司会要求航空公司开具的行李延误或遗失证明，以及你购买必需品的收据等等。照章办理后，保险理赔可以成为航空公司赔偿外的一层保障。例如，有些旅平险规定行李延误超过一定时间就给付固定金额补偿，不论行李后来找不找得到，又或者行李真的遗失，保险可以依你投保额度额外赔你一笔，这些都能减轻你的损失。所以第3件事归根结底就是留好证明，静待但不坐以待毙，主动跟进加准备证据，双管齐下，该拿的钱一分也别漏。说到这里，你会发现行李在机场丢了，真的不只是简单的等就能解决的。相反，那些知道立即行动的人，往往能把糟心事化为好事。有的人甚至开玩笑说，行李丢了还值得恭喜。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拿到了丰厚的补偿，
不但买了一堆新衣服刷卡不心疼，还住进免费酒店，吃上了航空公司报销的大餐，最后行李失而复得，相当于白捡了一套行头和一次高级住宿体验。当然，我们不至于希望行李遗失发生在自己身上，但万一遇到，也不必恐慌绝望，只要牢记我们今天说的3步骤报告、索取、保留，你就能在最大程度上挽回损失，甚至获得额外的补偿福利。反观那些什么都不争取的乘客，可能像新闻上那位张先生一样，在洛杉矶苦等12天，只拿到区60美金，连基本开销都不够，旅游兴致大减，差别是不是很明显？最后再给大家几个小建议，避免日后再掉入行李遗失的窘境。第一，尽量让行李外观独一无二，千万别清一色都是黑色行李箱，因为黑箱子实在太普遍，最容易被别人错拿。可以给行李挂上醒目的行李牌，绑上彩色丝带或贴上贴纸，让它一眼就与众不同。第二，贵重物品和重要证件绝对不要放进托运行李，万一行李飞丢，你身上至少还保有钱包、护照、电子设备和少量换洗衣物等，不至于陷入无助。第三，善用科技，如今有许多蓝牙或 GPS 的行李追踪器，比如热门的 Apple AirTag 等。出门前把小小一枚追踪器放进行李箱夹层，一旦行李没跟上，你可以用手机查到它目前的大致位置，是还滞留在出发机场，还是在某个中转城市没动，心里就有数，也方便把线索提供给航空公司，加速找回行李。这些预防措施或许不能100%避免行李遗失，但可以大幅降低风险，减轻损失。总而言之，行李在机场丢了怎么办？正确的做法绝对不是原地干瞪眼。记住我们今天总结的资深空姐提醒的3件事：第一时间通报并建立档案，主动争取补偿权益，持续追踪保存证据，直到理赔到位。这套自救攻略能让你在旅途中遇上行李不见时处变不惊，不仅行李找回概率大增，还能把航空公司该给的赔偿一分不少地装进自己口袋。下次再踏进机场，你就多了一份底气与从容，即使行李一时走丢，你也知道如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把损失降到最低，甚至转祸为福。祝大家旅途平安顺利，也希望这些贴士你永远用不上，但真的碰上时，别忘了化身行李巡回的行动派，为自己的权益挺身而出。现在你是否也觉得心里有谱多了呢？行李丢了不可怕，只要方法用对，说不定最后你会发现失而复得的行李为旅程平添了一段特别的回忆，而你也成了朋友眼中沉着机智的旅行达人。祝你下次旅行顺利，行李安底，一路无忧。